神机妙算的刘伯温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一辆旧车加一副简陋的棺木，就是他全部的出殡仪仗。这位替大明江山鞠躬尽瘁的开国功臣，晚年却没得到半分应有的善待。刘伯温出殡当天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人前来吊唁相送，儿子刘连神色落寞地拉着棺木的车一步步往城外挪动。而那些把刘伯温视作死对头的淮西勋贵，早就在出城的必经之路上欢声笑语。他们对着刘伯温的棺椁百般折恶，甚至还有人把点燃的鞭炮往棺材板上扔，以此宣泄心里的快意。眼前场景看得人阵阵心寒，回想起朱元璋当初对着刘伯温许下的郑重承诺，人到那天，怎让太子福临，宋先生荣归故里。还有马皇后当初挽留他时亲口许下的约定，也全都成了泡影。你再帮助皇上5年，5年之后，伯温，我保证皇上赐你荣禄，准你返乡安度晚年。面对淮西勋贵的当众羞辱，刘连全程一言不发。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让父亲落叶归根。城门口吕昶和宋濂腰系孝带，已经跪在那等了许久，看着相交多年的老友落得这般凄惨下场，两人忍不住痛哭流涕。刘连就这么咬着牙，坚定地带着父亲的棺木往老家青田赶去。远在黄山行宫的朱元璋得知刘伯温病故的消息后，悲痛欲绝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件事背后肯定藏着不少猫腻。伯温是被人害死的，是时候回去了。刘伯温的死彻底点燃了朱元璋的怒火，自己才离开京城2个月，就有人敢公然谋害朝廷重臣。怒到极点的朱元璋当即决定立刻返京，给刘伯温讨回一个公道。而为了保证行程的绝对安全，朱元璋没有提前通知中书省，他直接调集数万精锐，朝着南京城快速进发。没过多久，身在京城的胡惟庸就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。长江江面上一夜之间突然多出了大量战船，就连原本驻守安徽的火器营和虎贲卫也在朝着京师方向不断靠拢。这么大规模的兵马调动，中书省事先居然半点消息都没收到。联想到皇上此刻正在黄山避暑，心思机敏的胡惟庸瞬间就猜透了朱元璋的用意。水师、步军、骑兵都来拱卫京城，这说明什么？皇上此刻已经在回京的路上。上皇明鉴。朱元璋之所以没提前给中书省下任何旨意，就是怕朝中藏着奸佞，半路威胁到自己的人身安全。胡惟庸几乎把朱元璋的布局分析得一清二楚，可他唯独没料到自己马上就要大祸临头。他天真的以为朱元璋带兵回京是打算整治那些淮西武将，可殊不知他自己才是朱元璋这次的目标。既然皇上不想让我们知道，那我们就得装作一无所知，赶紧将这半年来所有的奏章、停记案稿清理一遍，谁屁股有屎赶紧开干净，别臭着别人。下属们听后连忙告退，去销毁他们的罪证。就在这时，李靖逆着人流进了屋，给胡惟庸带了个消息，皇上明天一早就会抵达京城，到时候需要文武百官全部到奉天门列队迎接圣驾。听完李靖的话，胡惟庸心里满是疑惑，皇上回京为何不通知本相，却通知了你？禀相国，在下不知道。半年来你是不是经常向黄山行宫递奏密折？不是经常，而是奉旨每日递送密折。胡惟庸听后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，他没想到自己的所有举动全在皇上的掌控之中。第二天一早，朱元璋准时抵达京城，胡惟庸带着文武百官在奉天门门口齐刷刷跪地接驾。看见那张熟悉的面孔，胡惟庸立刻起身快步迎了上去。惟庸啊，这半年来真是辛苦你了。胡惟庸本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清算，怎料朱元璋半分怪罪的神色都没露，甚至还拉着他的手一起走上了只有天子才能走的御用丹壁。这份旁人想都不敢想的恩宠，瞬间让胡惟庸高兴得忘乎所以。可殊不知这一切都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宁静。刚回宫，朱元璋第一时间就传召了李靖，得知刘伯温是喝下胡惟庸送来的汤药才突然病发身亡后，朱元璋当场就怒了。胡惟庸可是奉旨赐药的，这等于说是咱毒死了刘伯温呢。殊不知李靖接下来的话会彻底震碎他的三观。10月20日，刘连驾车达刘伯温灵柩返青田故里，有将士追逐欢笑，人奉斗烛相庆。都谁呀？吉安侯陆中亨、曹国公唐圣宗。此刻的朱元璋只觉得痛心疾首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帮淮西勋贵居然能狂妄到这种无法无天的地步。紧接着，朱元璋当场下旨启动全面清算，他让李靖把中书省近半年的所有奏折全部搬进上书房，交由太子朱标重新审阅，是要把这帮不法之臣的罪证全部挖出来。二虎，末将在。把你的那些地仙摊子都给咱聚拢到一块儿，该收网了。